第7章，冰雪女王的宮殿以及後來發生的事。宮殿的牆壁是積雪堆成的，門窗是刺骨的寒風，裡面有100多個大廳，都是隨風雪的形狀而建成的。最大的一個廳有好幾里長，全都靠着閃耀的北極光照明。這些大廳寬敞、空曠、冰冷、閃亮。這裡從不舉辦任何歡樂的聚會，連一場小小的熊舞會都沒有。那種可以讓暴風雪充當樂隊，讓北極熊用後腿站立展示優雅姿態的舞會。這裡也從不開茶話會，沒有用爪子拍打嘴巴、互相逗樂的遊戲，也沒有白狐狸小姐們的閒聊聚會。冰雪女王的大廳裡，一切都是空曠、巨大而冰冷的。北極光燃燒得那麼精確，人們甚至可以準確地算出它們何時最強，何時最弱。在這無邊無際的空曠大廳中央，有一個結冰的湖，湖面凍裂成上千塊碎片，但每一塊都和其他碎片一模一樣，仿佛一件精巧的藝術品。冰雪女王住在這裡的時候，就坐在這冰湖中央。她說她是坐在理智之鏡上。這是世界上唯一且最好的鏡子。小凱凍得渾身發青，幾乎變成了黑色，但他自己卻毫無感覺，因為冰雪女王的冰之紋已經奪走了他的寒意，他的心也變成了一塊冰疙瘩。他正忙着拖動那些又平又尖的冰塊，把它們以各種方式拼在一起，想組成特定的圖案，就像我們玩七巧板拼出各種圖形一樣。凱拼出的圖案極其精巧，這就是冰冷的理智的遊戲。在他看來，這些圖形完美無缺，而且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。這都是因為他眼睛裡那塊玻璃碎片在作祟。他拼湊出許多圖形，組成文字，但他怎麼也拼不出他想要拼的那個詞——永恆。冰雪女王曾對他說過，如果你能拼出這個字，你就能成為自己的主人。我將把整個世界和一雙新冰鞋都贈送給你。但他就是拼不出來。我得去暖和的地方看看了。冰雪女王說，我要去瞧瞧那些黑色的大鍋。它指的是我們稱為埃特納和維蘇威的火山。我要給它們蓋上點白色，這合乎規矩。而且對檸檬和葡萄也有好處。說完，他就飛走了。凱獨自一人留在那空曠無邊、冰冷徹骨的大廳裡，對着那些冰塊苦思冥想，幾乎要把頭腦想僵了。他一動不動地站着，那麼僵硬，人們會以為他凍成了一座冰雕。就在這時，戈爾達走進了宮殿的大門。凜冽的寒風正呼嘯着，但當他開始做完禱時，風兒們就像困了一樣平靜下來。他穿過那些巨大、冰冷、空曠的大廳，然後他看到了凱，他立刻認出了他，撲到他脖子上，緊緊地抱着他，大聲喊：“凱，我親愛的小凱，我終於找到你了。”但他仍然一動不動，又僵又冷。戈爾達傷心地哭了起來，滾燙的淚水落到他的胸膛，滲透到他的心裡，融化了那裡的冰塊，也融化了那塊玻璃碎片。他望着他，戈爾達唱起了那首歌：山谷玫瑰正盛開，聖嬰耶穌多可愛，賜予我們玫瑰栽。這時，凱突然放聲大哭起來。他哭得那麼傷心，那塊玻璃碎片竟隨着淚水從他眼睛裡流了出來。他認出了戈爾達，高興地喊道：“戈爾達，我親愛的戈爾達，這些日子你都到哪裡去了？我又是在哪裡呢？”他環顧四周，這裡真冷，又大又空曠。他緊緊地抱住戈爾達，戈爾達又哭又笑，充滿了喜悅。這情景是如此感人，
連周圍的冰塊也高興地跳起舞來。當他們跳累了，重新躺下時，正好拼成了那個特別的詞“永恆”。冰雪女王說過，只要拼出這個詞，凱就能成為自己的主人，並得到整個世界和一雙新冰鞋。戈爾達親吻着他的雙頰，他的臉頰恢復了紅潤。他親吻着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像他的一樣明亮起來。他親吻着他的雙手和雙腳，他變得健康而快樂。現在，就算冰雪女王回來也沒關係了。他獲得自由的憑證已經由閃亮的冰塊寫成了。兩個孩子手拉着手，走出了這座巨大的冰宮殿。他們談論着老奶奶，談論着屋頂上的玫瑰花。無論他們走到哪裡，風都停息了，太陽也露出了笑臉。當他們走到那棵長滿紅漿果的灌木叢時，馴鹿正在那裡等着他們。旁邊還有一隻母馴鹿，它走上前，用溫暖的奶水餵給兩個孩子喝，並親吻了他們的嘴唇。然後，兩隻馴鹿載着凱和格爾達先到了芬蘭女人的家。他們在那溫暖的小屋裡暖和了身體，並問到了回家的路。接着，他們又到了拉普蘭女人的家，她已經為孩子們放好了新衣服，修好了他們的雪橇。兩隻馴鹿陪伴着他們，一路跳躍着，直到國境線的邊緣。那裡已經開始長出綠草了。孩子們告別了馴鹿和拉普蘭女人。再見，大家互相說着。這時，第一批小鳥開始鳴叫，樹林也長出了綠色的嫩芽。從樹林裡走出一位騎着高頭大馬的姑娘，馬上光彩奪目。格爾達認出那匹馬，正是拉過那輛金色馬車的馬。姑娘頭上戴着一頂鮮紅發亮的帽子，腰間別着手槍。她就是那個小強盜姑娘。她厭倦了待在家裡，決定先到北方去。如果覺得不合意，再到世界別的地方去闖闖。她立刻認出了格爾達，格爾達也認出了她。重逢讓他們倆都非常高興。你這個到處亂跑的家伙，他對凱說，真想知道你到底值不值得讓人追到世界盡頭去找你。但格爾達拍了拍他的臉頰，問起王子和公主的情況。他們到外國去了，強盜姑娘回答。那烏鴉呢？烏鴉死了。他那個馴養的伴侶成了寡婦，腿上繫着一圈黑毛線，他總是悲嘆不已。不過那都是裝出來的。告訴你，快跟我說說你的經歷，還有你是怎麼找到他的。格爾達和凱就把一切都告訴了他。然後稀里嘩啦，故事就講完啦。小強盜姑娘說，她和他們倆握了握手，答應如果將來有機會到他們的城市去，一定會去看望他們。說完，他就騎着馬奔向廣闊的世界去了。凱和格爾達也手拉着手，繼續往前走。他們走着走着，美麗的春天來到了，到處是鮮花和綠葉。教堂的鐘聲敲響了，他們認出了那些高高的塔樓，認出了那座熟悉的城市。他們來到了老奶奶家的門前，走上樓梯，進入房間。房間裡的一切都和從前一樣，牆上的鐘還在滴答，滴答，滴走着，指針在轉動。但是，當他們跨過房門時，他們注意到自己已經長成了大人。屋頂水槽邊的玫瑰花盛開着，正從敞開的窗子伸進屋來。那裡還放着他們小時候坐的小凳子。凱和格爾達各自在自己的凳子上坐下，仍然手拉着手。他們已經忘卻了冰雪女王宮殿那冰冷空虛的華麗，就像忘掉了一個沉重的夢。老奶奶坐在上帝溫暖的陽光裡，正大聲讀着聖經。你們若不回轉，
變成小孩子的樣式，斷不得進天國。凱和格爾達互相對望着，這時他們真正懂得了那首古老聖詩的含義。山谷玫瑰正盛開，聖嬰耶穌多可愛，賜予我們玫瑰栽。就這樣，他們坐在那裡，兩個長大成人的人，但心裡仍然是孩子，擁有孩子般純真的心。這時正是夏天，溫暖、幸福的夏天。